欢迎来到 Open Books 频道。如果你眷恋那种扑朔迷离的情节，那恭喜你来对地方了。第一段，静谧的夜晚。在午夜的黑暗中，月光映照下的医院外观宛如巨大的阴影。突然，铁质的大门无声地摆开，露出一条通往未知的走廊。一群神秘的受邀者踏进门，每一步匍匐都踩在神秘的命运之上。迎接他们的是阴冷的大厅，昏暗的灯光在墙壁上投下深深的阴影。一位戴住黑色面具的主持人出现在台阶上，他的声音冷酷而神秘，宛如夜风吹过的低语。他解释住这场游戏的规则，告诉参与者们，整座医院都是他们即将挑战的场景。进入医院后，参与者们发现每个房间都仿佛被遗忘，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病床上盖住厚厚的灰尘，窗户上挂满了老旧的窗帘，显示出这座医院的荒废与沉寂。墙上的灯笼发出微弱的光芒，照亮住潮湿的墙壁，仿佛坠入了一个被遗忘的时空。在冷清的病房中，参与者们开始寻找线索。墙角的一张病历纸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揭示出这里曾经是一个神秘实验的场所。恍若病历背后藏住一段扭曲的历史，令人感到不安。随着一道阴影经过窗前，参与者们的心跳也渐渐加快。当他们逐渐深入，一种不寻常的压力开始笼罩住整个医院。走廊仿佛变得更加狭窄，每一个房间都仿佛充满住无形的危险。在闷热的走廊中，他们感觉到时间的压迫，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时钟在倒数，而他们的生命也随住这个时钟的滴答声逐渐耗尽。在一处阴暗的实验室里，参与者们惊恐地发现一本破旧的日志，记录住致命病毒的实验历程。字迹颤抖间，实验的恐怖揭示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意识到这场逃脱游戏的本质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想象。恐慌开始蔓延，每一个解谜都变成了一场挑战，而挑战的结果不仅关乎他们能否逃脱，更关乎生死存亡。参与者们在紧迫的情况下展开合作，却也渐渐怀疑对方的动机。黑暗中的房间仿佛成为了相互猜忌的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们逐渐发现，这场逃脱游戏的背后隐藏住政府和企业的黑暗实验。他们发现一个被封印的房间，里面存放住数据和机密文件，揭示出整个实验的目的与影响。这场逃脱的背后不再只是一场游戏，而是一场关于权谋、阴谋和生存的真实战场。最后，当参与者们到达医院的最顶层，发现了一个通往自由的出口时，他们也发现这个出口可能是为了达到更大的目的而设置的。眼前的选择让他们陷入了艰难的抉择，是逃离这座充满致命病毒的医院，还是揭露政府和企业黑幕的真相？这场极限逃脱终究成为了一场权谋与生存之间的残酷抉择。在最后的时刻，故事达到高潮，参与者们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揭示了整个事件的结局。他们的决定不仅影响住他们自己的命运，更揭示了这场黑暗实验的真相，给整个故事留下了震撼人心的结局。第二段，冒险的开始。当铁质大门悄然合上，参与者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医院的玄奇境地。各种房间、楼层仿佛是无尽的迷宫，每个参与者都独自探索，穿越幽暗的走廊与房间。第一个房间，一盏昏黄的灯笼吊在顶上，照亮一张蓝色的病床。悬挂在墙上的钟声不断传来，带出一种诡谲的节奏。房间内散发出的湿气和腐烂的味道，使人感到阴森可怖。进入下一区，参与者们发现一个古老的实验室，满布玻璃瓶、奇异仪器。一张沾满灰尘的桌子上放住一个古制的钥匙盒，盒子上刻住奇异的符号。
解开它，他们得到了通向下一层的关键。每一个房间都像是一个不同的小宇宙，充满解谜的机关和迷人的谜团。有的房间中，地板上铺满了古老的地毯，绘有奇幻的图案；有的房间则彷彿被时间遗忘，摆满了陈旧的家居。在一处宽敞的实验室中，参与者们面对一台古老的电脑，荧幕上显示出一串密码。这不仅是数字的组合，更伴随着神秘的符号，需要深刻的逻辑思考。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谜题的一部分，而解开这些谜题，则是通向自由的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们在解谜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这个超现实的空间。有的房间要动脑筋解数学谜题，有的则需要找到隐藏在墙壁后的暗门。在一个充满历史氛围的图书馆，参与者们翻阅出陈年的书籍，寻找关于医院的秘密。随着他们不断进行，压力开始在参与者们之间蔓延。每一个解开的谜题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也伴随着更多的未知。他们彷彿置身于一场极限的心理测验，不仅是对智力的挑战，更是对意志的考验。在某个狭窄的走廊中，他们发现了一扇古老的木门，门缝中透出微光。推开门，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房间，充满住各种奇异的机关和装置。这里的谜题更加复杂，似乎是这场逃脱游戏的高潮之地。当参与者们携手解开最后的谜题，一道闪耀的光芒出现在他们面前，宛如通向未知的大门。但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震撼，彷彿整个医院都在回应住他们的挑战。这场逃脱游戏的冒险才刚刚开始，而参与者们将不断迎接更大的挑战和谜题。在这个充满谜样和不确定性的医院迷宫中，他们将展开一场极度刺激的冒险，不知道最终等待他们的是生存还是未知的秘密。第三段，发现致命病毒。当参与者们关上最后一扇房间的门，发现的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文件，而是一份揭示了这座医院可怕历史的机密文件。在昏暗的灯光下，文件的字迹彷彿在向他们诉说住不可告人的秘密。文件中记载住，这座医院曾经是一个隐秘的病毒实验中心，进行住关于致命病毒的黑暗实验。每一行文字都如同一把钥匙，解开了参与者们追寻真相的大门。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文件中清楚地指出，他们此刻所处的场景不是一场普通的逃脱游戏，而是一个被封锁的、充满致命病毒的实验室。房间的气氛瞬间变得沉闷，每一个参与者的脸色都凝固在惊愕之中。他们彷彿置身于一部恐怖电影的情节中，而这场逃脱游戏的本质已经超越了他们的预期。手持文件的参与者感觉到手心微微的颤抖，文件上的字句如同毒蛇一样咬入他们的心灵深处。此时，医院的历史被重新诠释，每个房间都成为过去实验的见证者。病房的墙壁上留下了奇怪的符号，而每一道门后都隐藏住一段恐怖的历史。参与者们的心跳变得更加急促，彷彿能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在这座潜藏住致命病毒的建筑中徘徊。面对这令人窒息的真相，参与者们的焦虑和恐惧在空气中扩散。他们的注视转向彼此，彷彿能够在对方的眼中看见相同的惊惧。文件的存在让整场逃脱变得更加诡谲，每个谜题都带有更深的暗示，每个通往下一区域的门都是通向未知的危险。医院的每一角落都彷彿在警告住参与者们，而他们所处的现实已经演变成一场关于生死的现实考验。随着他们在病房中穿梭，一阵腥风迎面袭来，彷彿是致命病毒的幽灵正在这片被遗弃的空间中游荡。在某个破烂的实验室中，参与者们发现了一扇装有生物实验橱窗的门。
橱窗内有诸各种奇异的实验品，每一个都带有浓烈的化学气味。他们的心情仿佛跌入了深渊，看住这些实验品，庞福看见了生死交织的画面。闻见的真相在他们的心中激起了一阵波涛。他们意识到，这场逃脱游戏不仅仅是为了挑战智力，更是为了生存。每一个解谜都是寻找逃脱的线索，同时也是与致命病毒周旋的生死斗争。随着他们深入这座实验室，越发感受到时间的迫切。每一秒的延误都可能是致命的，而每一个谜题都是一个生死抉择。他们逐渐理解到，这场逃脱游戏的终点不仅仅是一扇门，更是通向生存还是灭亡的抉择之门。在这座潜藏住致命病毒的医院中，参与者们将不仅面对谜题的挑战，更将迎来一场关于生命意义和极限挑战的真实考验。死亡的阴影笼罩住他们，而真相的迷雾仍未散去。在这场致命的逃脱之旅中，他们将不仅是游戏的参与者，更是生死的见证者。第4段，时间压力。当参与者们意识到他们置身于一场致命的逃脱游戏时，一股不安和恐惧开始在整个医院中扩散。文件所揭示的真相，使得每个解谜都成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挑战。医院的走廊庞佛在缩短，每一个门后都可能是致命危险的开端。在这种极度的压力下，参与者们感受到了时间的残酷。每一个谜题都是一个倒数计时的螺丝，每一秒的迟缓都可能是致命的后果。他们的心跳声在寂静的病房中迅速加速，如同一场不可逆转的倒数计时。第一个解谜点是一个密室，一个巨大的时钟在墙上不断转动，每一声滴答都如同心脏的跳动声。解谜的关键藏在时钟的机械里，参与者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正确的操控方式，否则致命病毒的影响将在他们身上蔓延。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参与者们发现自己深陷于时间的迫切感中。一个小小的密室，四处的时钟声形成了一种逼仄的音乐，庞佛在嘲笑住他们的无助。墙上的指针不断转动，提醒住他们时间的流逝，而每一道谜题都像是在挑战他们的冷静和智慧。在一个充满古老书籍的图书馆中，参与者们发现了一本古老的时钟维修手册，里面充满了复杂的机械结构。他们必须快速地理解手册中的内容，修复一具巨大的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时钟。每一个转动的齿轮都是生死的契机，而他们的手指在手册上如同疾风掠过，紧迫感磅礴在迫使他们超越自己的极限。随着时间的流逝，参与者们的焦虑不断攀升。在一个实验室中，一部复杂的计时装置摆在眼前，要求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一个失落的密码。每一次错误都伴随住一声尖锐的警报声，提醒住他们的危机愈发迫切。病房中磅礴充满了时间的压迫，每一个解谜都是一场与秒针赛跑的比赛。在一处实验室里，他们发现了一个由时钟构成的迷宫，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通往下一层的出口。时钟的滴答声如同心脏的鼓动声，提醒住他们时间的无情流逝。在这种极端的情境下，参与者们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彼此间的默契成为了突破时间压力的关键。每一个通往下一区域的门都代表住他们向着生存的希望更进一步。然而，致命病毒的阴影在他们心中总是伴随着，让这场逃脱变得更加惊心动魄。最后，当参与者们来到医院的最顶层，他们看到了最后的一扇门，通往自由的门。然而，随着门的打开，他们才发现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时光压力的逃脱中，他们将揭开更多真相的面纱，也迎接住更多未知的挑战。
这场极限逃脱成为了一个充满时空迷雾和生死考验的冒险，每个参与者都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旅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勇气与坚持。第5段，敌意与合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医院中的氛围变得越发紧张，参与者们的心情也如同沸腾的水面，随时可能爆发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每一个解谜都是一个考验，不仅是对智力的挑战，更是对参与者间信任与合作的考验。在一个狭窄的走廊中，参与者们发现了一扇密闭的铁门，上面刻住一行字：只有一人能够逃脱。这样的信息在他们之间引发了巨大的恐慌。时间的压力让人们变得冷静不下来，每个人都在怀疑身边的伙伴是否真的是可以信任的。一个小小的密室中，一张写满谜团的桌子前，参与者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谜题，还有彼此之间的心理博弈。一位参与者提出了一个解谜的方案，但另一位却表现出怀疑的神情。这个小小的房间成为了意见碰撞的战场，合作和敌意在空气中交织。在走廊的尽头，一个闪烁的紧急灯光引起了参与者们的注意。他们赶到一个紧急出口，但发现门被一个复杂的密码锁住。眼看住时间不断流逝，焦虑感在他们之间蔓延。这时，一位参与者提出自己知道密码，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将它带到下一层。这一提议立即引起了其他人的猜疑和反对，一场互相猜忌的角力开始了。在实验室的一角，他们发现了一个需要多人合作才能解开的机关。然而，合作的气氛在时间的限制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为了自己生存而拼命奋斗的场景。谁也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盟友，谁是潜在的敌人。随着他们深入医院的深处，每一个区域都变得危险而不可预测。参与者们在走廊间穿梭，时刻警觉住可能出现的危机。一些区域充满了致命病毒的氛围，而每一个房间都可能是致命危险的藏身之地。在一个黑暗的实验室中，他们发现了一批注射器，里面充满了未知的液体。这让参与者们感到更加的紧张，彼此间的信任似乎已经崩解殆尽。有人提出要将液体带上去进行分析，但也有人担心这是一场敌意的陷阱。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们的情绪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每一次的合作和分歧都在这场极限逃脱中被放大，每一个人都成了狡诈和真诚的交错斗争的一部分。而在这场逃脱游戏的背后，他们将不仅仅面对医院的危险，更要迎接彼此之间的敌意和合作的极端考验。第6段，病毒的真相。当参与者们抵达医院最顶层，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震惊不已。一扇庞大的金属门挡在他们面前，上面刻满古老的符号，旁复载述说出一段神秘的传说。在门的另一侧是一片昏暗的走廊，通往未知的深处。走廊的尽头是一个看似无辜的门，却散发出诡异的光芒。这是他们逃脱的最后一线希望，一个通向自由的出口。然而，当他们靠近时，地面下方的隐藏住一个不同寻常的机关，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逃生通道。在这关键时刻，一份文件浮现在地板上，揭示了这个出口的真相。文件中提到，这不仅仅是一个逃生通道，更是一个用以测试参与者们极限的实验设施。他们被选中参与这场极限逃脱，不只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检验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反应。参与者们的脸上流露出惊愕与无奈。这个出口的背后可能是更大的阴谋，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由某个神秘势力掌控的游戏中。而随着时间不断流逝，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极端的抉择，是选择进入这个出口，追求自由，还是停留在这片医院，
继续被操控住参与这场诡异的实验。在这个被真相笼罩的时刻，参与者间的情绪开始波动。有的人希望借由这扇门逃离这场诡异的实验，追求真正的自由，而有的人则怀疑这可能是更大阴谋的一环，主张留下来解开一切谜团。敌意和合作的情绪在狭窄的走廊间交织成一幅复杂的图画。当一位参与者走向门，他的手指轻触金属表面，闪烁的光芒随之闪动。这一瞬间，他的脸上流露出无法言喻的情感，庞福触碰到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其他人也纷纷靠近，用短暂的时间试图感受这个出口的奥秘。同时，走廊的尽头传来一阵微弱的嘈杂声，似乎是某种机械装置正在运作。这让参与者们更加担心，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触发更大的危机。在这个极度紧张的时刻，一种无形的压力将他们推向了一个极端的抉择。随着他们在黑暗的走廊中彼此对视，一股不可名状的紧迫感笼罩住每一个人。在最后的抉择面前，每个参与者都必须考虑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必须与其他人的意愿和信任进行平衡。这场极限逃脱即将达到顶点，而最终的结局将决定他们是否能够从这场诡异的实验中走出，或者仍将深陷在神秘阴谋的纠结中。第7段，最后的抉择。在医院最顶层的狭窄走廊中，参与者们的心跳声伴随着急促的步伐。他们来到了这场极限逃脱的顶点，眼前是一扇庞大的金属门，上面镶嵌住神秘的符号。门后的走廊被昏暗的灯光照亮，散发出一种诡异而不安的氛围。当参与者们聚集在门前，他们看到地板上散落出一些古老的文件，似乎是某种告示。文件上的文字揭示了这扇门的真相，指引出他们思考更大的目的。这不仅仅是一个逃脱通道，更是一场将人性推向极端的实验。在文件中，他们得知这场逃脱是由某个神秘组织掌控的一场实验，旨在测试参与者在极端情境下的行为和抉择。这扇门的背后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阴谋，而参与者们成为了这场诡异实验的棋子。当他们看住门，眼神中充满了矛盾与无奈。这里是他们追求自由的最后一线希望，然而同时也是一个可能将他们推向更大轨迹的陷阱。时间的压力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做出一个极度艰难的抉择。随着参与者们靠近门，金属的冷触感在指尖传来，庞福是在提醒他们此刻的珍贵时刻。一些人静静地凝视住符号，嘴角微动，庞福在思索出一些极端的可能性。而另一些人则表现出焦躁和不安，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早点逃离这片阴霾笼罩的医院。一位参与者走到门前，举手触碰符号，门上的符号散发出微光，闪烁出神秘的节奏。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其他人的议论，一时间，他们开始在门前争论住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最后的抉择。与此同时，走廊尽头的微弱灯光投射出一个深邃的通道，庞福通向无尽的未知。这使得参与者们更加犹豫不定，因为他们不仅仅需要面对逃脱的诱惑，还要理解这场实验背后可能隐藏的更大隐患。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勇敢的参与者毅然决然地打开了门，揭开了通向未知的一幕。门的后方是一片黑暗的空间，庞福通向另一个次元。其他人也紧随其后，这场极限逃脱的结局将在黑暗中逐渐揭晓，而他们必须做出的最后抉择，将决定他们走向自由的道路，还是陷入更深的阴谋中。第8段，惊人的结局。在黑暗通道的尽头，参与者们一步步踏入未知的境地，庞福穿越时空的隧道。走廊的昏暗中充满了神秘的氛围，
随着他们深入，空气中弥漫住一种无形的能量。随着他们的前进，通道变得越来越宽广，周围的黑暗被一种柔和的光芒取代。当参与者们穿越过最后一片黑暗，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不禁惊叹。一个巨大而现代的实验室浮现在眼前，各种复杂的机械装置和控制台布满整个空间。在实验室的中央，一个庞大的投影显示住他们在医院中的一举一动。原来，整场逃脱游戏一直都在被监控，而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被精密地记录下来。这惊人的发现让参与者们心头一沉，他们发现自己早已置身于一场比他们想象中更大的实验之中。在实验室的一侧，他们发现了一个复杂的控制面板，上面满是各种按钮和开关。这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或许有能力影响这场实验的结局。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复杂的抉择：揭示黑暗实验的真相，还是选择逃离病毒的威胁？在掌握了控制面板的同时，他们发现自己能够操控实验室的各种元素，包括医院中的灯光、门的开合，甚至是病毒的释放。每一个按钮的背后都可能隐藏住巨大的风险和回报，而这个选择将影响他们的命运。参与者们面面相觑，目光中充满了犹豫和挣扎。揭露黑暗实验的真相意味着将这场诡异的游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同时也可能引来更大的危险。而选择逃离，则意味着将永远无法得知自己参与的真实目的。这个选择成为了参与者们最终的考验，他们需要在极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一个决定，这将深刻地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实验室中的氛围变得越来越紧张。在控制面板前，每一个参与者都面临住自己的心灵试炼，而这将是这场极限逃脱的终极时刻。他们的选择将在这片神秘的实验室中揭示出惊人的结局，而这结局将不仅影响他们自己，还可能深刻地改变整个实验的本质。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请别忘记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跟朋友分享哦。期待下一集，更多精彩故事将在 Open Books 等着你。